座师傅 Special 呢，我们要教大家12星座的求生指南。为什么要求生？因为其实这一次的星象除了天火刑克，然后6星连珠以外，又碰上水逆。水逆不是前2个月才刚过，然后姐夫这个被水逆逆到快死掉这样子，为什么又有水逆？这次水逆我会怎样吗？好，那我们就先进入一个小科普教室好了。好。其实水逆这件事情呢，其实并不是行星真的自己倒着走了，而是说以我们地球从地球人的角度去看行星的运作，而有行星逆行的视觉的那个错觉。错觉就对了。对，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太阳系是以太阳为中心点，对，然后之后是依序以水金地火木土天海冥的排列方式，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同心圆里面，越靠近太阳的行星，它的轨道会越短，所以是水星的轨道比地球短。对所以也就是说，水星很可能会跑得比地球快。当然，所以也就是说，当今天水星跑到太阳的另外一面，而地球还在原来的这一面的时候，就逆了。对，就是反方向的，对不对？我们在地球上面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它是在倒着跑，但其实水星还是往同一个方向在绕。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人类也会有一些状况要发生呢。那这个就是要回到我们一开始就是占星学的理论的这个部分哈。一般来说，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说，占星学是一个庞大古老的统计学。对，好，那但是其实如果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从能量或者是引力的这个部分来切入的话，其实大家会更好理解，月亮它其实会影响我们地球的潮汐，因为月亮的角度就影响我们地球的涨潮啊、落潮啊，它跟太阳的关系有没有？那我们人体75%都是水，那如果月亮会影响的话，那其他的行星会不会呢？那他们还是有这些引力的微妙变化，不能够因为它的引力很小就忽视这件事情嘛。当水星逆行的时候，就表示水星的能量是以平常不一样的方式、不一样的方向去运作，而影响到我们在地球上面的万事万物，包括我们的3C 产品，或者是我们人自己的情绪或内分泌。简单的问一句，会不会有人也不会被影响到啊？其实这个部分就会变成说，如果你本身第一个有足够的觉知，足够的敏锐度以外，第二个就是你有足够的韧性、柔韧度，就是你面对到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办法知道说，这就是一个我需要注意或需要调整的地方。如果你硬骨头又铁齿，那你就是跟人家硬碰硬啊，戏鹤。对啊，所以你第一个你够敏感，第二个你够柔韧，那原则上你注意到这几点，其实可以避开大部分水逆的部分。而且如果我们就能量这件事情的话，能量本来就是能量守恒，你今天有一个能量来，我就是要一个能量出去，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跟水逆相关的活动，例如说多跟老朋友见面，或者是说多聊一些比较怀旧的话题啦，或者是说整理一下东西，因为它就等于是回逆行这件事情，就是跟回溯也会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白羊座这一次水逆，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是说，跟我们的社群同好会啦，或者是朋友啦，都要特别的留意小心哦，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会跟人家发生争执以外，千万不要有贪人家便宜的心理，要不然你会让关系变得很复杂，然后又争吵，甚至在工作上面，可能一开始水逆的这前1-2周，由于行星的和谐相，让你觉得，好像工作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糟糕吗？这次水逆也还好，但是要小心，因为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周折，会要让你多费心，所以千万也不要掉以轻心了。金牛座的话，这一次会有非常多的机会去展现你的才华啦，或者是你帅气美好的一面，但是当然也就小心咯，人红是非多，所以可能你会遇到一些容易讲闲言闲语的人啦，或者是直接来找你踢馆的人，所以原则上我们谦虚再谦虚，然后低调再低调，而且特别就是一些比较标新立异啊，或者是说比较展现自己个性的这些行为尽量要收敛，不要没事找事做，这样子就可以避开比较多的麻烦。
再来的话，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双子座了。那由于是因为自己的守护星在逆行，所以双子座可以说是这一次我觉得算是比较重灾户的其中一位星座哈。那当然就是又适逢过年嘛，然后再加上落入的水星逆行的宫位的关系，所以特别留意跟亲戚、姻亲哈，不管是自己家或者亲家，或者是尤其跟公婆的相处上面，都可能要特别留意。而且你跟这些亲戚可能会有一些你会觉得啊，是我上辈子欠他们的妈的那种感觉。那同时在工作还有生活上面呢，双子座也格外的要留意哦。你会跟一些专业人士、教授啦，或者是宗教法政相关的人，比较容易有一些意见上面的摩擦。所以原则上，不管是跟亲戚，或者是跟刚才讲的这些人呢，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心灵先安顿下来，这样子别人怎么说，我们才不会被一屁打过江，然后就跟人家大吵起来了。巨蟹座的话，其实也因为这一次的行星的落点的关系，也堪称是重灾户之一。而且巨蟹座这一次比较麻烦的是说，在财务投资啦，或者是说跟人家在产权上面，或者是不管是金钱的产权，或者是房地的产权。更严重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在情欲上面的一些纠葛哦，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而且也格外的可能会容易看到身边的人比较贪婪啊，或者是比较丑陋的那种人性面相。那当然在工作上面的话，也请留意咯，任何的一些内线交易啦，或者是利多啊这些东西，尽量都秉公处理，不要有那种走捷径的一个部分。那在朋友之间相处的话，也尽量的不要去当一个四处找八卦、唯恐天下不乱，然后到处当广播机的这个人，你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找上自己了。而狮子座的方面的话，则是比较多留意哈，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团队默契可能会有一些小状况，而且尤其是说，如果在面对客户上面，或者是说工作各方面，你有需要碰到说要签合约啦，不管是保单啦，或者是说你法律上会有一些协议啦，或者是条约啊，这些在签的时候恐怕都会一波三折。那如果说你跟朋友合作，有一些合作需要去签订的时候，也请细心的检查、检查再检查，好，不要急着就马上我们讲好了我们就签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还是要多看看，保护自己也保护对方，保护双方的权利。那当然这一次的话也会出现逢年过节格外的容易会出现另外一半跟长辈把你夹在中间当夹心饼干的一个难题所以可能也要狮子们大家多多的费心。那当然生活工作上面呢，换位思考很重要，所以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下，或许很多困难就会迎刃而解。再来，我们再看到处女座也是另外一个重灾区，因为毕竟也是自己的守护星在逆行尤其这一次的处女真的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真的要格外的留意因为在健康方面可能真的要多注意了，不能够认为说自己的健康看起来很好，然后就开始冲崩，开始去贪快，开始去做一些很激烈的运动，包括一些什么心血管啦、抽筋啊、筋骨方面的一些疾病都不可以轻忽。那运动之前也一定要先暖身，以免造成类似的健康方面的议题跟伤害。同时呢，也要留意就是在跟一些长辈或长官尤其是脾气比较火爆，本来就比较火爆的长官或长辈上面相处呢，也可能要稍微多按捺一些比起你平常精明能干的那一面这一次尽量多表现出谦虚，然后多问，然后少说多做的那一面，可以让你避开比较多的困难。一向让人家觉得是理性、据理力争，然后又会觉得尽量把事情表现得很好的天秤座，这一次呢，我们在
外面跟人家从事旅游，不管是年节的踏青走春，或者是说拜访亲戚，然后或者跟人家有一些游艺方面的活动，都特别注意不要太爱现或臭屁，或者是说太表彰自己很厉害、很有才华的这一面哦，要不然的话很容易招来眼红跟嫉妒。而且一定要记住，先认真的人就先输了哈。凡事不用去真的是讲的那么的一板一眼的，或者是这么的理性，要不然也格外的容易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状况了。这次水逆比较多的话，是在跟家人，尤其跟家中长辈的相处上要格外的留意咯。那跟家人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在金钱或者是一些比较复杂的议题，会在年节的时候会比较需要去关心或了解，尤其是跟家中长辈或家中的传统，可能会有一些不和谐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主张上面的摩擦。那另外，如果说家中有比较年长或者在病痛中的长者的话，也多留意长者们的健康状况，然后尽量能够多陪伴，然后多尽孝道。那百善孝为先，那孝又以顺为先的话，原则上就可以减少很多跟家中或长者的摩擦。射手这一次的话，也是需要留意的一个星座哦。射手这一次口舌特别的明显，而且是跟谁呢？跟自己比较亲近的人，不管是兄弟姐妹，或者是闺蜜，或者是说你的好邻居。所以如果平常本身邻居的关系就已经不太好的，在未来的这个月中就格外的需要小心了。而且另外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你本身在马路上我知道射手都比较喜欢就是节省时间，但是也千万就是不要贪快，保持警觉。那而且不是说你自己小心就好，也要小心马路三宝。所以小心自己，也小心别人，可以帮你省去比较多的麻烦。摩羯座这一次会比较明显的是，你要留意你自己所有身边所携带的物品或你有的东西，可能都会因为一个疏忽或莫名其妙的状况而容易有破损或遗失的状况哈。尤其是3C 产品哦，如果说真的太老旧了，那真的就该汰换，然后或者是说有插电的，可能要记得拔，或者是说有故障的就不要应用，以免就是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状况。而工作上呢，也请记得随手存档，以免资料遗失，或者是说临时出的一些状况，而让你打乱了你的工作进度，而让进度延后，或者是没有办法顺利完成。各位宝瓶们，其实你们平常已经就是你知道帅哥美女容易出的星座之一了哈，你们已经够特别够出众了哈，所以在这一次年节，你就不要再有那种说为了过一个新年我要去做一个新造型哦，拜托这种想法先暂停一下哈，要不然的话，以免就是你就是花了个冤枉钱，然后换来一个就是地雷的发型或造型，然后让自己过年很尴尬又不开心，得不偿失。想换个造型，我们先等这个新运先过了，我们再换也不迟。那我们先整理门面就好了哦，尝鲜这个部分我们稍后再说。那这一次的双鱼座呢，在不管是过年或者是在这次的水逆期间呢，你格外会有那种我不犯人，但是人偏偏要来犯我的无奈。你会觉得说啊，我明明就是想要宁静的过个年节休假，为什么就有一堆莫名其妙的人跟事物要来烦我呢？所以在这部分，其实越是这样子，我们越是要耐心的面对，尤其是在沟通的时候要留意哦。如果你太尖锐了，或者说你讲话太直接、太绝了，反而只会让情况弄得越来越糟糕。而且同时，如果你平常有一些瘾头啦，不管是抽烟、饮酒、打电动、购物，甚至是娱乐性药物这部分，有这些会上瘾的事物，你都要留意自己是不是有过度沉迷的状况了呢？
那如果能够稍微留意的话，也能够让自己的年节以及这次水逆能够更舒服一些。按照这样你的说法的话，待在自己家里就好了，就不要出门就好了。可是天蝎座这次就是跟家里的状况会比较多，就是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 ，OK， 就是可能自己在外面住啊，或者是怎么样，那就不要回家，就少了这些事啊，或者是所有的星座，那就。不要。其实，在讲到所谓的开运的这个部分哦，你用一个避开的方式，避开相关领域的方式去达到就是水逆的这个层次降低以外，第二个也可以就是因为过年嘛，我们讲到过年，我们一定要拜年，一定有一些礼数是不可少的。对。那在面对到的时候，你多留意，其实它也可以做到一个主动防范的效果。多做一些在水逆的时候适合去做的事情，这样子可以抵消水逆它一些能量上面负面的影响，我们把它导向正面的影响嘛。所以在水逆期间、过年期间，大家其实如果说非要拜年或者是什么，就是找老朋友去叙旧，而且就是放慢。速调放慢，因为水星它本身就是一个快速震动的一个行星能量，那它在逆行的时候，那个快速震动就容易出状况，所以这时候我们让它放慢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在出错之前有时间给我们自己察觉。尤其这一次的水逆指南，除了自己的太阳星座以外，也可以参考自己的上升星座哟。这次的水逆求生到2月底结束，对不对？对。那今年还有吗？当然啊，今年大概估计会有3波的水逆。那下一波是5月底到6月底，请密切注意5月底到6月底的水逆求生单元。